生来做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忧思伤脾，哀痛伤心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该这样。先生这样的人，自然不会伤心。可这世间并非人人都同你一样，个人自有个人的主意，你又何必来管我？你若真有这样的决断，我倒是高看你一眼。可你明明心里放不下，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？这算本事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。你若是喜欢，便不该放手；但你若是放手，就管好你自己的心。先生这一生，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、一件事而心难自控吗？你就当真能如此超脱对待一切？笑什么？先生说的对，我是管不住自己的心。先生知道白玉瓶吗？用陇州白玉所制，通体无瑕，浑然天成，本该是世上最美好的样子。可若有一日瓶口摔断，便自此留了瑕疵，饶是世间最高明的手段，也无法将其修复得完好如初。所以呢？我和张哲之间隔着太多太多，我本以为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本以为可以有所改变，可是原来不行。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就算强行弥合，也还是会留下裂痕。就如白瓶有隙，他这么好的人，就不该留下瑕疵。我宁愿他恨我，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。可是我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好难过？先生通晓万物，了尽人性，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？为什么？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。白瓶碎或不碎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灵儿，既然选了，就往前看。可他那样好，若我忘不掉呢？那就找个更好的。先生骗我，这世上不会再有比他更好的人了。那便找个更合适的，一定会有的。灵儿，一定会有的。对不起。灵儿，既然选了，
就往前看。可他那样好，若我忘不掉呢？那就找个更好的。这么好的人我都错过了，不会再有了。姑娘，长卓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姑娘，张大人，张家如何了？我已借着老爷之名去张家探了。老夫人虽然走得匆忙，但是有顾大人帮忙张罗着，丧事倒也圆满。只是张大人把自己关在屋中，不愿见人。不过听说倒是用了些水米，有顾大人照看着，想必张家也不会出什么乱子。能吃饭就好，能吃饭就好。你且帮我继续盯着，张大人若有什么事，第一时间来报。若是丧事上有什么短缺，你也只管帮着些。父亲那边我自会去说。是，姑娘。姑娘，您这些日子也吃得有一餐没一餐的，这样会熬坏自己的。您是不是与张大人怎么了？若是有什么误会，解释清楚便好了。误会？既已做了决定，就不该回头。既是误人，又是误己，何苦呢？姑娘，姑娘，刚才有个小厮来送帖子，说是方莹姑娘邀您过府一叙。方莹？为何约我去吕府？此事，谢先生知道吗？不知，我连喜糖都没有给他发呢。这个事儿办的也是仓促了些，我是想着等事后再同他讲。什么时候？你还想做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姑娘，行了，先出去吧，我要和方莹单独说两句。把门带上。哦。方莹，婚姻之事不是儿戏，虽说是为了避开尤家那些阿杂事，可你也不能胡乱嫁人。你既不了解吕显，也不喜欢他，断不能如此草率。我会同谢先生商量，待尤家风波过后，让你们二人和离。你不用担心吕显书的聘金，我会尽数还给他，绝不会让你欠他一份人情。方莹，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这件事方英其实是有想过的。我自小长在尤家，父亲贪花好色，家里有众多姨娘，整日都要被夫人整治。从小我娘就告诉我，来日绝不能为妾，宁可清贫也要做正头娘子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你也不能胡乱选择吕显啊。并非是胡乱选择。你喜欢他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不喜欢。不是那种喜欢，我是觉得嫁人是我目前离开尤家最好的方法了。况且吕老板人很好，对我也好，还耐心教我做生意。他是除了姑娘之外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方莹没什么大志向，如今就想帮姑娘把严谨的生意打理好，婚姻之事本也无甚念想。而且他也答应了我，婚后依旧任我自由出入经商，就和没嫁时一样。来日我若不愿，他愿意随时与我和离。算他还有一丝君子之风。你当真想好了？是的，姑娘，方姨想好了。
晶儿姑娘，若你是为了严谨的生意娶她，那我大可赠股于你。我吕某虽然爱财，但也不至于拿婚事换钱吧？这么说，你对方莹是真心的了？倘若我说我情深不寿，情根深重，你自然也不会信。不过，尤姑娘的善良单纯，吕某这些年见惯了那些自私自利的奸猾之辈，从未想过这世上还有如此善良的女子。我是真心想帮她。只是想帮她。若只是一时恻隐，你的真心又岂能长久？待真心褪去，她一个女儿家，清白名声尽毁，到时你让她如何自处？姑娘误会了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待她是朋友，所以吕某不敢欺瞒。既然娶了，我吕兆尹今日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不会再让她受半点欺负，再受半点委屈。最好如此。你若是敢违背誓言，那就让我这一辈子做一单赔一单，永生永世也赚不了钱。先生的身子终于调养好了一些，大夫可是再三叮嘱，今时30万不可再吃了啊！走，各位。哎呀，还知道过来。本来想让剑叔去找你的，这几日你那边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。哎呦，学院的老王八呀，是真能忍。我用定国公府的名义在青楼包了气，还故意不去给薛夫人请安，原以为这样就能激怒他们。哎，结果那追债的人都追上门了，他薛远硬是连半句重话都没说。薛远把握朝政多年，忍耐心性自然是比常人要强得多。你才回京中，胜券正浓，又加上新五卫最近接连犯错，他自然是知道避其锋芒的道理。我是真想不明白了，你费那么大劲儿给我弄回京里，就是为了让我弃弃那老匹夫？自然不是。当年300忠魂案，薛远贪功犯下重罪，但此一桩这沈郎并不知情。薛氏把控朝政多年，豢养私兵，又倾轧永义侯府，意图染指燕家军，其野心不言而喻。让你寻衅滋事，为的就是要乱其心智，引圣上猜忌。等到这刑部查清薛远之罪证，就是我们动手之时。但是那张遮不是才去了母亲吗？恐怕这薛家的案子会被耽搁，所以才让你拖延时间，其余的我自有安排。我那些下三滥的手段能用的都用了，我是真不知道还能怎么恶心这老匹夫了。这薛远想要的无非就是权力2字。明日我入宫去，替你创造点机会。谢总，怎么样？这吕显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哎，对呀，打从回京以后，怎么都没瞧见那钱篓子？往日在金陵，他不是最喜欢跟在你屁股后凑热闹吗？吕显他跟尤芳莹姑娘成亲了。不是，哎，吕显跟怡红姑娘，吕显这样的人都能成婚啊，真是铁树开花了。哎，刀琴，哪家姑娘啊？这么想不开？刀琴，宁儿知道吗？江家那丫头的人啊。我刚去吕家的时候，正好跟江姑娘打了个照面。她走的时候，脸色可不太好看。你瞧瞧，指定是把这笔账记你头上，谁让你整日对着人家老谋深算的？哎呀，这吕显是你的人，人家不待见你，自然也不待见那钱篓子了。哎呀，可怜的老吕啊，难得成婚娶了个媳妇儿，还要跟着你手里。说完了吗？话不是说完了吗？为什么还不走啊？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没有？好，走走，不用你的，想又忙着你。走了，走。黄州之地有我的人，他们眼下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不必过于担忧。只是北地到底苦寒，侯爷前段时间旧伤有复发之势，好在如今已无大碍了。燕灵的性子本该无拘无束的，
这黄州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，但也能任它辽阔遨游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那你呢？你也想离开京城，寻找一份自由？我自幼在乡间长大，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。可来这儿走过一遭，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，自由，我亦不敢奢求。这命运之下，或许没人能够逃脱得了掌控。观信中所言，可以知道这信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。先生如今才给我看，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，本不是为了这桩事。所以先生唤我来此，是想说什么？既然先生不肯说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一段黑夜，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早知明夜，我没有利用你。一瞬烟火，借一半清醒梦给我。早知命运无对错。通州之时，你曾问我，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利诱？对其他人或许如此，但对宁儿你，我又如何？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。当年盛京之时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你自是与旁人不同。先生不必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，京中诸事，先生数次相救，比起来，我那一点恩义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遇人危难，无论是谁，学生都会出手相帮的。也是，张遮端方，但太冷太直，与你本就不合适。失之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学生之事，又与先生何干？你若能坦然接受，我又何必跟你多费口舌？宁儿，你方才说命运难以掌控，但谢某一路走来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狭路求生。20余载，与命运相争，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向命运低头，你又有什么理由向世间的规矩妥协？先生为何要与我说这些？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不想看到你困于抑郁，失了常心。宫中的课虽然停了，但你的情谊已初窥门径，不可就此放弃。从明日起，继续来我府中学琴。先生，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你父亲提前说过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再说，黄州之事，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先生，啊，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
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疆域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求姑母救救爽儿，爽儿真的不想去和亲，求求姑母。倘若当日你为使那昏招去陷害江氏，未牵扯到薛家，哀家今日或许还能够保你。毕竟薛家势大，若送你去和亲，就像在圣上心里扎了根刺。他也不希望薛家和大越勾结，可你倒好，亲手把刀子递到了圣上的手里，让他有借口来削弱我们薛家。不过你那个昏招倒是阴差阳错的试探出了圣上的心意，你留下的烂摊子还要哀家来替你收拾。和亲之事，哀家就是有心也是无力了。今日愿意见你，是看在你在殿外跪求了几个时辰的份上，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儿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旨意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。王仁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。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啊！你就此回吧。
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群的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，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，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，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。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；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